柔姐最疼你啦，乖啊，乖啊，柏林，不要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奶妈呢？柔姐，为什么你在照顾柏林呢？你不去准备早餐？我的裙子熨好了没有啊？我等一下派人去熨啊。乖啊！奶妈我已经解雇了，乖以后柔姐就负责照顾柏林，为什么要解雇奶妈？因为那奶妈是你请的。乖现在柏林是朱家唯一一个男丁乖，啊！我不想他发生任何意外。柔姐在朱家做了那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你们三姐妹也是她带大的，我比较放心。你现在把自己当什么人？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是柏林的妈，而且在这个家里我辈分最高，难道没权解雇一个奶妈？没权决定由谁照顾我儿子吗？柔姐照顾柏林，我觉得这个安排很好啊，我也觉得很放心。有话就直说，不用每句话都带刺儿。难道我会故意请个人回来害柏林吗？话也不用说到那么明白。连你也站在他们那边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帮哪个人，只是我不想看见弟弟出意外。如果柔姐会照顾他，他就不会哭一个早上了。小孩子哭是很正常的事，医生说他哭大声一点，对他肺部有好处的。大姐当然不会明白，她没生过孩子。小天以前也是这样。家里偶尔有些孩子的哭声呢，感觉比较有活力啊。总之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柔姐就负责照顾柏林。如果你想让人伺候，你可以叫顺姐，再不然专程请个人回来伺候你也行。进来！哎呀，柏林乖，不要哭。小姨啊，碧梨说想来看看柏林呢。哦，好啊。要不要帮忙？哎呀，哭得这么大声啊！是啊，刚刚尿湿了，柔姐正好在忙，正准备帮忙换尿布。正好，碧梨你帮忙照顾柏林，我拿尿布在哪儿？小姨？就在柜子里，放在第一格。柏林，不用哭了，好吵啊！柏林，乖，别哭了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只看见床单啊。第一格啊。是啊。哎呀，居然不会数。第一格。在这里。哎呀，在这儿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小姨。干净。哎呀，柏林你真是顽皮，这样做弄三姐跟三姐夫，聪明。没关系，弟弟倒茶给我喝嘛，你还笑？对了，我看还是拿块毛巾给你吧。不好意思啊。不要紧。柏林。柏林。碧梨你怎么了？如果奶奶还活着的话，她见到这个小顽皮，一定会吓得合不拢嘴的。她想抱孙子想了很久，只可惜连抱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别这样，碧梨。柏林，哎呀，柏林。碧玲，旭仔呢？对呀，今天下午在公司已经没有见到他，他去哪儿了？他妈妈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就回家看一看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不对呀，今天跟我请假的时候，他说回来吃饭。碧梨，旭仔到底回来还是不回来？碧玲啊，结了婚之后，肥叔肥婶就是你的公公和婆婆了。婆婆生病，你是不是应该一起回去看她呢？碧琳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回不回来你不知道，在做什么你不知道，不回来吃饭也不知道。你们才刚结婚，应该还很恩爱的。还有啊，当老婆的要盯着自己的老公才行啊。有些人疑心太重，才要盯着自己的老公。旭仔是个老实人，碧玲不用担心。我教妹妹有问题吗？够了够了，你们又想吵架，嘴是用来吃饭的，吃饭吧。我去！碧梨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是不是等了很久啊？你也知道我等你很久了吗？看你的脸色已经知道了。你呀，不回来吃饭也不跟我说，害我被姐姐他们问得哑口无言。
大姐还有二姐他们呢，还差点因为这个大吵一架呢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弄得这么严重，我只不过是……哎呀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去捞珍珠了。你要珍珠啊？珠宝店就有，何必自己去捞呢？这些是野生的，不是人工养的。我潜了一晚上才捞到这几颗。你要这么多野生珍珠干什么呀？碧梨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个南洋的传说？传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珍珠，守护着他最疼爱的人。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念奶奶，所以我想去捞些珍珠，帮你找回奶奶啊。你捞这么多珍珠，就是为了我？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瓶子里面哪一颗珍珠才是奶奶，不过如果以后你想奶奶的话，看看这个瓶子，奶奶就像其中一颗珍珠一样，就等于奶奶在你身边陪着你。很可惜，今天正涨潮，不然的话，我还可以找到更多。明天我一定会找到更多珍珠。你明天还去啊？你都说是传说了，哪有人像你这么傻会相信传说啊？你呀，已经在打喷嚏了，别传染给我啊！碧梨，对不起啊，碧梨。碧梨，你不要生气，以后我去哪里都一定会先告诉你的。喂，你不要装病让我同情啊！你起来呀！喂，别玩了！我真的发烧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？你呀，简直太傻了！我又没叫你为我做这些，弄得自己现在生病，还要我照顾你，真是麻烦。是不是很不舒服啊？想喝水啊？我去给你倒啊。旭仔，碧梨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破坏规矩的，我憋得糊里糊涂才躺到你床上的，我马上去睡沙发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一个人睡床，一个人睡沙发，你们分床睡的？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，一直都没有同床啊？我知道碧玲根本不想嫁给我，所以我们说好了，只做对有名无实的夫妻。我一直都说我跟旭仔是清清白白的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不想嫁给那个彭蠢才会说跟他那个的。什么碧玲？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是你不信而已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都知道的。是，我是知道，但是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你跟旭仔已经发生了关系，那你不嫁他，嫁给谁呢？更何况我没想到你们结婚之后同房不同床。原来你们一直都瞒着我们。因为我不想再惹奶奶生气了，没办法再跟她结婚的。现在奶奶不在了，他们也不用再演戏，不用勉强在一起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就是让他们离婚？其实碧霞说的也没有错，勉强不会有幸福。他们两个还小，分开也是一件好事。让别人知道我们朱家的女儿要离婚，这好听吗？多没面子啊！大姐，现在面子重要，还是他们两个的终身幸福重要？他们明明没感情，怎么能为了朱家的声誉硬要他们在一起呢？没有感情可以培养啊！住了那么久，
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的。你不是想要拿你跟姐夫来做例子吗？没有感情就是没有感情，怎么能培养得出来呢？而且你又不是他们，怎么能替他们拿主意呢？其实，碧玲，你不要再因为有人给你压力，你就勉强自己。二姐这次绝对会支持你的。其实碧玲是千金小姐，要她嫁我这个穷鬼，实在是太委屈她了。碧玲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以为跟你过了一夜，一定要负责任，傻兮兮的逼你嫁给我。不过你放心吧，现在我同样会负责任，离开这个家。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我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恢复自由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麻烦你们找律师准备离婚的文件吧。慢走，我不送了。小姨，哎，碧霞，你回来了，阿姨怎么样？你放心，阿姨精神很好，嘴巴没有停过，不是吃就是不停的说话，很难才可以找到机会插嘴。但表哥还没找到工作，表哥很倔，不肯要我给他的钱。也就是没给他了。幸好有阿姨在场，钱怎么能跑出他的手掌心呢？其实阿姨收下也是一样，他们不知道钱是我给的吧？你放心，我没有说。谢谢你。我以为你已经跟表哥翻脸，想不到你还是很关心他们母子，而且雪中送炭。是生哥带我来香港的，要不是他，我就不会有今天。我现在可以有自己的骨肉，又有这个家，全都是生哥带给我的。现在他沦落到这个地步，的确是我欠他的。哭得这么厉害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啊，半个小时前才喂完奶。会不会尿湿了呢？我刚刚才帮他换了尿布。乖啊乖啊，不要哭了。让我来抱抱他。哎，好吧。哎，来，哎，柏林，哎呦，不哭，哎呦，哦，哇，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一抱他就不哭了。那当然了，是我接你出来的，当然就不哭了啊。啊，你慢慢做事吧，我抱他过去走走。哦，一抱就不哭了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他倒茶给我喝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抱。小心小心。柏林，你真调皮，我帮你换尿布。你快回房换件衣服吧。哎，好。尤姐，快点把睡衣换上吧，来，一身的尿味儿。小孩的尿没多臭。看你说的。看来你真的挺喜欢小孩子的。最可惜，我没办法跟你生。干嘛又说起这个呀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何必一直放在心里？虽然不可以跟你生，我们可以领养啊。相信啊，你喜欢儿子女儿，领养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那就凑成一个好字了。我们无儿无女，这是天意。既然老天爷不给我们，何必强求呢？如果你不喜欢小孩子，为什么最近老是去找小姨？一下子教他打字，一下子又帮他拿公司的文件回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帮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帮你。过些日子尖沙咀的分店就要开了，那皓月他也有股份，以后还要交给他儿子，早点把他教会，他就不用乱来了。这是帮你，让你别太累。对了，明天呢，我还要帮分店的装修问价钱。打算找哪间装修公司啊？就找以前那间公司，
老板挺负责任的，价钱又老实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以从中赚一些钱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装修的预算可以多报一点，然后把剩下的那些钱放进自己的口袋？放自己口袋里总好过被其他人败光。我们找个名目换一间装修公司，就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了。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嗯。